兄弟们，久等了！二手保时捷选购攻略最后一期视频，学长终于干出来了。前2期视频，学长已经给兄弟们详细盘点了卡宴、马看和帕拉梅拉这3款车的二手车到底该怎么选。还没看的兄弟们，可以来超音速的主页补一下作业。那说实话，前2期视频都是铺垫，今天这期视频才是重头戏。保时捷品牌里面所有车型里，关注度最高的车一定是718跟911这2款最经典的跑车。刚好今年由于某些原因，二手保时捷价格雪崩。以前可望不可及的保时捷跑车，如今的二手车价格已经触手可及了。那作为一个平民玩家，二手保时捷跑车会不会买得起养不起？都说保时捷的跑车质量非常好，真的可以无脑的去买吗？如果想买二手保时捷跑车，综合性价比最高的是哪一款？屏幕前的你，如果想入手一台二手保时捷跑车，这3个问题一定是你最关心的。那今天学长会详细帮大家分析一下目前市面上能买到的历代718跟911，会把每一款车型的优缺点和通病全部都告诉你，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那长视频制作不易，你们的一键3连是对学长创作最大的支持。说起保时捷，就必须要聊它的灵魂车型，这台车一定是911。关于911辉煌的历史还有赛事成绩，今天学长就不多做赘述了。网上有大量的资料，随便一搜就可以找得到。今天咱们主要从二手车的角度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各代911车型。我们二手车市场里面能见到的911主要有4代车型，按照年款从旧到新分别是1998到2004款，底盘代号996；2005到2011款，底盘代号997；2012到2018款，底盘代号991；2019款到现在，底盘代号992。其中997车型在2008款进行了一次中期改款，2005到2008款是前期型，我们习惯叫它997.1；2008到2011款是后期型997.2。同样，991车型在2016款也进行了一次中期改款，2012到2015款是前期型991.1；2016到2018款是后期型991.2；2019款之后就是最新款的992，跟目前 4S 店能买到的新车都是一样的。关于911各年款车型，学长专门做了一张表，大家可以截图保存一下，这个很重要，后面车型推荐的时候会用得到。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个一个来看，首先是996，这代车型对于911车系是有跨时代意义的。从996代开始，911就迈入了千禧年，发动机从以前的风冷级全面升级成了水冷，车身跟底盘设计几乎全部推倒重来。996这代911是我们中国设计师赖平设计的，也是历代911里面唯一一款头灯造型不是圆灯的车，所以这代911非常好辨认。996跟997.1这2代911可以放在一起聊，因为这2代9113大件是一样的，发动机都是3.6跟3.8升的水平对置6缸发动机，发动机代号是 M96 跟 M97。咱们今天聊的都是911的普通卡雷拉版 ，Turbo 和 GT 系列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里面。996跟997.1这2代911，学长是非常不推荐购买的。首先，外观内饰就不多说了，就算不懂车的妹妹也能一眼看得出你开的是一辆老掉牙的二手车。买个2门的跑车，就你买不起车，你还装逼。其次，996跟997.1用的变速箱都是奔驰的5AT，虽然质量还不错，但是换挡速度跟国际和现在的自动变速箱比就完全不够看了。如果这2点还不能够劝退你的话，听学长接下来的分析，你肯定就不会考虑了。那就是996跟997.1的发动机是有严重设计缺陷的。M96跟 M97这2款发动机，由于是保时捷首次研发水冷发动机，所以这俩发动机在设计方面就有许多先天不足。首先有一个非常奇葩的设计，就是发动机的气缸筒居然有一个洞，大家猜猜看这个洞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？学长给大家解密一下，这个洞是为了方便安装活塞销设计的。这个奇葩设计让这台发动机对装配的要求极高，一般的小修理厂根本就不会装。除了这个奇葩设计以外，这代发动机还有一个致命缺陷，就是 IMS 轴由于润滑不良会导致过度磨损。这个轴是用来驱动正时链条的，如果过度磨损，轴承的矿量变大，会导致正时链条跳齿，造成活塞顶气门。更极端一点，凸轮轴会因为正时链条变长直接脱落。国外有很多改装品牌都针对这个 IMS 轴进行过重新设计，推出了改进后的零件，所以这个 IMS 轴绝对不是一个个例，而是
是早期保时捷 M96、M97 发动机的通病。除了这个致命设计缺陷以外呢，作为一台跑车用的高性能发动机，这款发动机居然是开放式水道。早期很多911由于暴力驾驶导致缸壁断裂的案例比比皆是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链条张紧器、水泵、废气阀这些零件都有缺陷。听到这儿，996和997.1你还想买吗？那接下来就到了2008款以后的997.2，这代车型发动机换装了代号 MA1全新的机器，虽然排量3.6和3.8跟上一代的机型是一样的，但是发动机整体设计全部推倒重来。发动机里面的活塞、连杆、凸轮轴的强度都有所增强。最关键的是，从这代发动机开始，全部都是封闭式水道设计了，几乎就没有见过碎缸体了。上一代发动机 IMS 轴设计缺陷，这代发动机也没有了。不仅是发动机全面升级，变速箱也换装了第一代的 PDK 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。就算放到现在来看，虽然已经过去15年了，但是997.2上面的 PDK 驾驶体验依旧能吊打现在很多的跑车。997.2总体稳定性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只是初代 PDK 的阀体存在一定的中奖概率。在买二手997.2的时候，可以尝试挂到 S 档，看看车换挡干不干脆，变速箱有没有明显的闯动。997.2这代911是很多车迷非常喜欢的一代。我记得王杰克就买了一台997.2的 Turbo 版。我对997.2这代911的驾驶体验评价非常的好。997.2的转向还是传统的液压助力，路感特别真实。方向盘的转向手感是我开过所有车里面最好的，没有之一。这台车在城里面开，车头极度灵活，再加上轴距短，车尾的跟随性也相当好，底盘很硬，支撑性足够的好，真正有种人车合一的感觉。不过，当你时速如果达到90公里以上的时候，再转弯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个车有一些转向不足。这种驾驶体验开过一次以后就再也忘不了了，是现在任何新车都绝对给不了你的感觉。997.2二手车价格其实一直都挺坚挺的，现在的二手车价格基本也在25到40万左右。如果说你喜欢机械感，喜欢这种 old school 的驾驶感受，你可以考虑一下997.2这代的911，尤其是一些特殊版车型，未来会很保值，甚至升值都是有可能的。997.2后面是991.1。991.1跟997.2发动机、变速箱都是一样的，最大的变化是车身。991这代车更大、更重，轴距也更长，整车电子系统更完善，转向从以前的液压助力换成了电子助力，转向更轻盈，开起来没有以前997那代车那么累了。机械手刹也换成了电子手刹，同时舒适性的配置也变多了。991的底盘明显要比997更舒适一些，开起来刺激感没有997那代那么强烈，整体的感觉更像是一台轨道车。991.1这代变速箱换挡逻辑跟故障率相比于997.2又有了提升，再加上外观内饰放到现在来看依旧不过时，对于绝大部分消费者来说，991.1这代是综合性价比最高的911，没有之一。991.1是末代自吸的发动机，7500转断油的高转声浪非常的好听，降档的时候发动机还会自动补油，还能听到回火放炮的声音，那种随着转速不断攀升绵密高亢的声浪，之后的911普通民用版车型就再也没有了。自然吸气发动机极其线性的出力特性，配合上 PDK 又快又聪明的换挡，那种铿锵有力、无比通透的驾驶体验，是所有男人梦中驾驶跑车的那种感受。下面学长放一段素材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991.1自然吸气和涡轮化以后的991.2声浪的变化。喜欢哪个，大家可以打在弹幕里面。991.1学长的评价是完美的六边形战士，既能满足日常的舒适和便利性，内饰豪华配置也很高，它还能带给你非常棒的驾驶乐趣，同时还能满足赛道玩家去刷圈。而且991.1并不娇贵，车子整体的质量还是不错的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硬伤。911这款车被誉为全世界最经典的跑车，而且销量这么好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991.1这代是学长最推荐的911，现在普通版的车型二手车价格大概在50万到70万之间，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。下面就来到了991.2。这次中期改款的保时捷给911全面换装了涡轮增压发动机，车子的动力更强，改装潜力更大，同时圈速也更快了。但是全面涡轮化的911就再也没有以前那种驾驶感受了，再加上二手车价格也比较贵，现在基本上都在70万以上。除了硬核的赛道玩家，综合感受学长个人感觉991.1代我可能会更喜欢一点。最后就是992，这代911发动机跟991.2是一样的，但是变速箱全面升级了8速 PDK， 底盘也重新设计了，车变得更宽也更重了。992的驾驶感受是历代911里面最舒适的，开起来的感受甚至让你有一种开家用车的错觉。当然，992要比991更快，过弯的感觉也更稳，对于驾驶技术的要求也更低了。但是这种驾驶感受就过于轨道车了一些，由于国6的排放影响，992的声浪甚至于还不如991.2。学长放一段视频素材，大家来感受一下吧。总之，992学长开完以后，感觉有点过于的无聊了。虽然加速比上一代更快，但是没有997跟991那种能让你心跳加速、手心冒汗的感觉了。992给你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冷美人，虽然很漂亮，但是你会感觉你跟她有一定的距离感。而991这代车带给你的感受更像是俏皮可爱的邻家女孩，她会主动跟你撒娇，会让你的情绪有波动，会更让你相信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那如果让我选一台二手的911，我会首选991.1，其次是997.2，然后是991.2，最后才是992。好吧，我承认，其实我连996都买不起。那我们看二手车价就能看得出来，992这代还有991.2的保值率其实都挺一般的，尤其是992。很多车主开了1-2年的准新车就准备卖了，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太过于无聊了。当然了，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观点，如果说有不对的地方，还请大家轻点喷我。991.2和992这两代涡轮的911，机械方面的通病很少。991.2主要是发动机的水泵，时间长了容易漏防冻液，防冻液会把控制水泵的电磁阀弄坏，导致发动机爆冷却系统故障。还有就是防冻液的水壶时间长了容易漏，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通病了。992这代车主要的通病是车机这块，比如说车机黑屏、死机、蓝牙连不上、导航、音乐突然掉线。那车子机械层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。顺便提一下，兄弟们买二手的911尽量买后驱版的。至于为啥，各位老粉请打在弹幕里面。很多兄弟手里的预算买一台二手的911可能会有一点吃力，没关系，还有911的小老弟718可以选。718在国内二手车市场里面常见的是有3代车型：2004到2012款的987，2013到2015款的981。这2代车型名称还都不叫718，其中硬顶版本叫 Cayman， 软顶敞篷版叫 Boxster。视频里为了方便称呼，统一都叫718好了。从2016款到现在是982，保时捷也正式给这个车系命名为718。其中2009年987这代车型有一次比较重要的中期改款，09年之前的是987.1，用的是第一代保时捷的水冷发动机，问题跟早年的996、997.1时代的911是一样的，变速箱也是奔驰的5AT，所以2009款之前的987.1，还有更老的上一代车型986，大家就不用看了。2009款之后的987.2，发动机换装了第2代机器，有2.9跟3.4两个排量可选。这俩发动机本质是一样的，只是排量跟内部的零件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变速箱也从奔驰的5AT换成了 PDK。这代车型就很像997.2，车很轻，轴距短，开起来的话人车沟通感非常棒，非常适合硬核的驾驶爱好者。尤其是3.4的 Cayman S， 现在二手车价格也就20万左右。如果说你预算不多，想买一台取悦自己的车，这代987.2的 Cayman S 性价比极高。不过这台车从侧面和后面看比较掉价，一看就是一台老车。就算你改了新款的尾灯跟保险杠也没有用。987跟现在最新款的982外观内饰落差实在是太大了。那接下来就是2013到2015款的981，这代车型二手车市场里面也是最多的，交易量也是最大的。
981这代为啥这么受欢迎？其实原因非常简单，这代车型外观内饰和982区别不大，不会让人一眼就认出来是一台老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这代车型都是6缸自然吸气的，高转的声浪还有发动机线性的出力是现款 2.0T 4缸给不了你的。你要是开过982和981，我相信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会更喜欢981的驾驶感受。如果说你想买一台718，这代981车型是学长最推荐的。预算有限的话，可以买一台2.7的；要是预算充足，可以直接上3.4的 Cayman S。现在二手车价格981行情大概在25万到40万左右，主要看车况跟配置。不过这代981质量赶不上同年份的911。981有几个通病需要大家提前了解一下。第一个通病就是发动机的水泵跟周边的水管比较容易漏防冻液，这个修起来非常麻烦，需要拆掉保险杠抬发动机。第二个毛病是 PDK 变速箱档位传感器比较容易坏，坏了以后车子挂档不走，或者说是没有倒档，修这个东西需要拆变速箱，而且官方不单独提供原厂的配件，只能修这个传感器。那对修理店来说要求非常高，需要有专用的维修工具，绝大部分修理店是修不了的，就算能修，价格也非常贵，连工带料修一把大概要1万多块钱。最后就是2016款以后的982，这代718有 2.0T 和 2.5T 两个版本，这两个发动机全部都是4缸的涡轮增压。虽然车子加速更快，而且发动机的改装潜力也更大了，但是说实话，我不是很喜欢982这代车型的驾驶感受。首先，普通的 2.0T 版本没有 VTG 可变节变涡轮，再加上水平对置发动机，涡轮离排气歧管很远。2.0T 的718涡轮迟滞非常明显，虽然涡轮发力以后推背感比以前的981要更强，但是这种驾驶体验非常不好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，这台 2.0T 发动机声音实在是太难听了。我放一段素材，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4缸的718声浪。在我看来，982跟981相比，优势只是每年可以省一点车船税而已。跑赛道的话，新款的982会更快，可是呢，又有几个人会买它专门去跑赛道呢？那现在早期的982行情在35到40万之间。综合来看，学长个人认为981，也就是2013到2015款的718是最值得购买的。总结一下，如果说你真的考虑好想买一台二手的保时捷跑车，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你们当地有没有能给这种车做维保的条件。911是后置发动机，718是中置发动机，哪怕是换空滤、换火花塞这种很常规的保养，都需要拆保险杠，随便做个简单的维修就得抬发动机。本身保时捷的配件就很贵，加上工时费也要比普通的车贵很多。在买之前一定要问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接受。学长个人是不太建议4、5线城市的兄弟买这两款车的。二手车市场里面很多718、911都是保养不当或者说是修坏的。这种发动机中后置的跑车，一般修理店是真的修不明白。保时捷的跑车之所以如此受欢迎，我们抛开品牌历史、赛事成绩这些信仰不谈，单看产品本身，保时捷的跑车竞争力也非常强。首先就是 PDK 变速箱 ，PDK 可以说是保时捷跑车的灵魂所在。在跑车领域，好的发动机实在是太多了，但好的变速箱真的屈指可数。911、718之所以有现在的地位，有一半的功劳都是 PDK 这款变速箱的。保时捷跑车就像是一个设计精良的工业品，车身上的每一处设计都有自己的作用，从来不做过度设计。就比如911这台车，光是冷却液就有30多升，变速箱油和差速器油加起来有9升。要知道，我们一般的家用车冷却液也就5升左右，911是普通家用车的6倍。很多人都说保时捷的跑车买回来换个轮胎就可以直接下赛道，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911在散热和品控这块几乎是全世界所有跑车里面做的最好的。911可能没有牛马那么炸裂的外观，但是却有屠牛斩马的实力。啥都不说了，兄弟们，好好努力工作吧！学长祝大家都能早日开上属于自己的911。以上就是学长关于911跟718这两款保时捷最经典的跑车的解读。如果说你喜欢超音速的节目，请一定不要
吝啬手里的一个免费一键3连，3连到位，学长干脆。超音速的持续更新离不开你们的支持。二手保时捷系列今天正式撒花完结，下期视频学长会给兄弟们还原更新二手的 AMG 系列，大家敬请期待。这里是超音速，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，我是吉姆学长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